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大选速递，不对呀，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大选战况激烈啊，川普说停止机票啊，这是川普最新在推特上面的一段话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反映川普的心态啊。先说选情啊，选情是这样，我在刚刚看到的数据啊，拜登现在是264张这个选举人票，拜登，我这两天老是有口误啊，请大家也了解。拜登是264张选举人票，总票数是7213万啊，那么占 50.4%。川普214张选举人票啊，基本上这两张票从昨天到今天没有变化啊。那么川普的得票是686万5千啊，那么得票率是48%。拜登得的票已经超越了奥巴马2008年6950万票的这个选票的记录啊。川普呢现在得的是6800万票啊，那么也有可能超越，因为还在计算啊。那么过去12年，美国的人口增长了2600万，那么这是推高选票总数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这次选情非常的紧绷啊，也推动了这个投票的增加，大概是一个这个情况。那么川普总统最新的推特是这样：Stop the count。Stop count 就是要求停止计票啊，要求停止计票。它不是停止某一个地方的计票，它要求停止所有的计票啊，所以从这个来看，反映出川普总统对选情的看法开始出现了变化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计票持续的在发生，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结果很快会到来。那也就是说，川普不想看到结果这么快到来，那也就是说他对选情不乐观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那美联社的统计是这么看的啊，以目前已经统计的选票来看，拜登已经拿下了威斯康星和密西根州啊，然后在内华达和亚利桑那暂时领先。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北卡和乔治亚州的略占优势啊。那么这几个州的得票率都非常的接近，现在其实还在选情非常的紧绷，还是非常的紧绷啊。选举是这样，一个州一个州的看啊。威斯康星州选举人票是10张啊，那么现在已经统计了99%，得票率是这样啊，川普是48.9%，拜登是49.6%啊，拜登胜出啊。不过根据威斯康星州的规定，如果差距不超过1%啊，败选的候选人可以要求重新计票。那么川普的竞选团队星期三已经说过了啊，昨天已经说过了，他们要求重新计票。那么如果重新计票的话，威斯康星州的正式选举结果啊，就正式投票结果，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揭晓啊。所以现在威斯康星州应该是在重新计票当中啊。这是一个宾夕法尼亚州20张选举人票啊，这是一个大票仓，现在已经统计了89%。那么得票率是川普51.2%，拜登47.6%啊，川普领先啊。那么由于邮寄选票宾夕法尼亚州应该是得出结果最晚的州啊，因为他们允许把这个
允许这个选票在11月6号下午6点，就是星期五下午6点前寄达的邮寄选票啊，都要统计在内。所以只要邮戳在11月3号选举当天或者之前寄出都算啊，都算。那么，川普团队已经就这个计算这个投票邮寄选票这件事情，已经在当地提起了诉讼啊，提起诉讼。就是邮寄选票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啊。密西根州是选举人票16张，那么已经统计的选票占99%，得票率是川普占48.1%，拜登占50.3%啊，那么拜登胜出啊。那么密西根州的州务卿表示啊，会在就是昨天应该会完成所有的计票啊，那么可以公布一个非正式的结果。那么与此同时，川普团队已经向州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停止清点选票，然后再进行这个诉讼程序啊。这是一个啊，没有，这是一个乔治亚州是16张选举人票，已经统计了97%，得票率是川普总统占49.9%，拜登占48.8%，川普领先1个百分点啊，48.9啊，48.9。那么，乔治亚州基本上是蓝州啊，传统的蓝州。那么民主党候选人在1992年之后就没赢过这个州啊，所以理论上来说啊，上一次选举，川普是以5个点赢希拉里，那么这次竞争很激烈啊，应该双方不相上下。以目前来看，川普拿下的可能性是有的啊，因为现在剩下的选票不是太多了啊，因为已经占到97%了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北卡是15张选举人票，已经统计了94%啊。那么得票率，川普占50.1%啊，拜登占48.7%，川普领先不到2个百分点啊。那么北卡也是传统上的共和党的州啊，那么北卡对川普非常关键啊。其实现在所有川普领先的州对川普都非常关键，因为他现在在3个州领先，这3个州他全部拿下，那么他还必须拿下拜登领先的那几个州其中1个州，他才能够赢啊。拜登只要拿下他现在领先的这几个州啊，只要拿下1个州，就是内华达州，拜登就赢啊。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内华达州呢，现在是6张选举人票，就正好，如果拜登拿下内华达，那就已经赢了。但是内华达现在进展很慢，他已经统计了75%，得票率是川普占48.7%，拜登占49.3%啊。那么拜登以不到1%的差距，也是略微领先几千票啊，不到1万票。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非常的焦灼啊，在内华达州是关键的一个州啊。还有一个就是亚利桑那州现在统计已经占了84%啊，川普占47.6%，这个拜登占51%啊。那么拜登领先啊。亚利桑那州其实是一个关键的州。那么现在在美国媒体当中已经把亚利桑那州的这11张票寄到拜登的名下了啊，但是他现在还只统计了84%啊，拜登领先的还是比较多啊，比较多。亚利桑那是传统的共和党的州啊，是传统蓝州，但是这次选情呢，
怎么说呢？这次选情很特别啊！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在推特上讲啊，他说今年大选，亚利桑那州的选民投票率打破历史记录，目前还有几十万张在统计当中，每个小时啊情况都在变化啊。那么出现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选情反转，对川普的影响非常的大。你想一下，如果亚利桑那州这11张选票川普拿下的话，他现在的局面不会这么被动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跟谁有关？跟约翰麦凯恩有关系。约翰麦凯恩是一个越战的战斗英雄啊，当时是他的故事是很有名的啊。那么川普跟他翻脸啊，跟他闹翻了。川普跟他闹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川普骂他什么呢？骂他好不容易从海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蠢货，说他是因为当时他是在海军做飞行员的时候，麦凯恩啊，做飞行员的时候飞机被击落，然后他被俘啊，然后他就说他你已经被抓了，所以不是战斗英雄啊，说他，所以麦凯恩跟川普翻脸。然后麦凯恩就一直是共和党里面反对川普的一个阵营里面的核心啊。后来麦凯恩去世，2年前去世，麦凯恩家里都没有给川普发这个就是参加丧礼的邀请啊，所以麦凯恩的遗孀啊叫 Cindy 呢当然麦凯恩跟他翻脸 ，Cindy 肯定也跟他翻脸啊。后来 Cindy 去什么情况呢？就是 Cindy 出席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在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他支持拜登。这件事情对整个亚利桑那州的选情影响非常大，而且 Cindy 还专门跑到哪里？今日美国上写一篇文章，叫共和党党员投票给拜登的理由，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所以他在这件事情，麦凯恩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做了35年的参议员，大家知道参议员的这个在当地的这个声望是很高的啊。所以你想一下 ，Cindy 做这个动作影响非常的大，对当地的选情影响非常大啊。然后那个曼斯菲尔德基金会的代表叫弗兰克杰努啊，就说这件事情，说这个 Cindy 啊，他说川普哪怕表现出1盎司的真诚，也能得到 Cindy 的支持。但是川普完全没有，完全不理他，所以 Cindy 就跑出来去支持拜登。一支持拜登，对整个的亚利桑那州，你要知道麦凯恩在当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这动静就闹得非常的大，这选情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变化。所以我们讲什么？我们讲性格决定命运啊！你不知道今天得罪的那个人，哪一天他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下改变你的命运。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很反映这个啊。那么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现在正在清点的票通常是什么票？通常是2类票，一类票就是大都市内部的票，还有一个是什么？邮寄选票。这两个特点呢，会反映到未来的选票当中。那么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邮寄选票也好，都市中的选票也好，都会倾向于拜登。所以，如果拜登的领先的区域，它的差距会拉大。那么，川普领先的不够多的这个区域，那么他会被追进啊，情况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一个趋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确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诉讼啊，法律诉讼。
法律诉讼这件事情，是这样啊。川普说要告到最高法院去，然后他的竞选团队要求威斯康星重新计票，然后在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提起诉讼啊，三个州啊，这三个关键州，其实到目前为止，川普在这三个州都有诉讼。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法律专家提出来的意见是，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最高法院可能的角色是有疑问的啊。这件事情未必会到最高法院，就联邦最高法院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提出来的诉讼都是涉及到州里面的选举的具体事务啊，未必会打到最高法院，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啊。这是一个。不过呢，现在还很难说啊，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在很初步的状态，所以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个诉讼对整体的选举的进程的影响有多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媒体已经开始为拜登的当选开始做一些预判啊，包括未来4年的情况。这里面有2个因素要注意。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国会选举。国会选举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还是48对48。参议院、众议院这个应该是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可能会是共和党控制。因为共和党的几个候选人都在领先，所以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可能的结果就是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这个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和现在的局面维持。如果这个局面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如果拜登当选，他的政策会遇到一些障碍问题啊，比如说包括气候的政策，拜登其实是要提出一个几万亿美元的这个碳排放计划啊，这个计划有可能在参议院遇到障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这个就业计划也有救助计划、刺激经济方案啊，刺激经济方案原来那个方案有3万多亿啊。如果参议院被共和党控制的话，这个计划可能会缩小。还有一个就是加税，对富人和企业加税。还有一个就是改革选举权和竞选资金的改革。这一系列的拜登的这个政策，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这是媒体开始对拜登可能执政遇到的前景做一些展望。那么这里面有2条新闻我想说一下啊。第一条新闻就是希望之声啊，是今天的一条新闻，说什么呢？说密西根州4号拜登的选票突然增加了138339张，然后他投票数就超过了注册的选民数。这个新闻讲什么呢？讲这个密西根州政府随后出面来澄清，我没有读全篇报道啊，我是把他说的这个新闻事实抽出来跟大家讲。然后这是出面澄清说，这个出现这个突然增加了138800张票，是政府在创建文件中出现的数据错误，然后给拜登多加了个0，给拜登的票增加了个0，导致呢多了10倍的票。然后他说，这个新闻报道说密西根州已经更改并且道歉啊。然后他就在密西根州政府的网站上，州政府网站有一个投票的结果。他说，截止当地时间11月4号晚上11点20分，全州83个县中81个县已经完成开票。川普得票是237万，比拜登220万多了17万票，得票率是川普51.07%，拜登是47.35%。新闻还给出了一个网站的截图啊，网站的截图的确是这样啊，
就是当时的这个截图。那么总票数就是这个的总票数是什么呢？等一下啊，总票数是464万啊，这个截图上面464万票啊。我今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就去密西根州政府的网站看了一下啊，情况是这样：第一个，我没有看到州政府的声明和更正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看到的，当然我看到的是现在的情况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川普的票是已经到了263万7千票，拜登的票是278万278万7千票，拜登占50.6%，然后是川普占47.87%啊。那么这是我看到的情况啊，我据实以报。那另外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媒体，包括英文媒体，我也搜了一下，英文媒体没有看到密西根州政府的更正声明和道歉啊，其他新闻报道也没有。但是在希望之声有一条这样的新闻。为什么我讲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很重要，因为一不小心呢，可能密西根州可能就翻盘了。但从现在的情况来，新闻可能导致是个翻盘的结果，但我今天看到的州政府的这个数据来看，没有翻盘，这是第一条新闻啊，第一条新闻。对此我没有评价，因为我不知道真实或者是假的，看不出来啊，这是第一个。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件这样的事情，这条新闻没有改变当前的选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一天开始就是在3号的晚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说法，说这个有30万张选票遗失啊。那么是11月3号的晚上，这个消息就已经有，但是不完整，就是一嘴。到了4号的上午，这个说法就比较完整了。说法说什么呢？美国邮政署丢失了30万张选票，所以宾夕法尼亚州的法院下令停止计票到星期5之前。然后不过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叫事实查核中心，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很多人都会使用，就是他们会对一些说法进行查核，最后确认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事实查核中心我也经常去看啊。那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11月4号下午3点到6点，包括 Fox、路透社、纽约时报、CNN、BBC、NPR 这些网站都有这个开票栏目啊。那么开票栏目都在更新他们的计票啊，所以实际上另外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Tom Wolf 在美国时间4号凌晨2点55分发表推文说，目前还有100万张邮寄投票等待计票，我们会尽可能快的计算选票啊。那么汇集美国大选邮寄选票领票率与回票率的这个网站叫 US Election Project 的网站啊，这个网站是由弗吉尼亚大学州大学的教授 Michael McDonald 设计的。然后这个选票显示呢，宾夕法尼亚州邮寄与不在席投票的领票为309万8947张，截止11月3号已经收回250万6557张，仍然有59万2390张没有寄回。所以宾夕法尼亚州规定邮寄选票的回收截止日期为10月6号。然后这个叫
事实查核中心然后就根据美国新闻媒体，包括《纽约时报》、US Today、Fox、The Hill 的相关报道，美国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官苏利文在10月3号曾经下令什么呢？要求美国邮政管理局 USPS 清理sweep 15个州的12个邮政区，把尚未被各个选举机关扫描认证的30万张延迟选票并于投票所关闭前送抵各个选务机关。所以这个查核中心说，传言说与美国邮政署丢失了30万张选票，并不符合事实。联邦法官下令邮政管理当局加速处理延迟选票，并未下令宾夕法尼亚州停止计票这就是事实这事实是一个这样的事实。我在这里跟大家播报一下，因为这个说法很重要这个说法很重要，因为这反映整个的选举的进程这是一个。我再说一下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国开始表态了中国开始表态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发现结果快要到来了，所以中国开始表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今天在外交部吹风会上回答记者关于美国大选的提问，他这么说，他说希望美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继续聚焦合作。中美还有很多需要合作的地方，有分歧但是我们要管控分歧。现在大选选票好像还在统计中，结果尚未确定，我们希望大选能够平稳顺利的进行。乐玉成重申关于中美关系，中方的态度很明确一贯，中美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保持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这是中国的表态中国的表态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点，选举真的快要接近，快要看到结果了或者说我们可以说选举结果正在向我们走来第一个。第二个中方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跟美国合作不要闹翻就这2个态度。大体上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选情就向大家播报到这里那么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川普总统的局面是有点困难。2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剩下来的这些选票可能的增长会是剩下来的选票是拜登会比他得的多，所以他在落后的区域追回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必须保住那3个州就是已经领先的这3个州，然后要从拜登那里拿一个内华达州回来才行，否则的话他的希望渺茫。这是第一个。从选情来说对于拜登来说他要拿下内华达州他就赢了，所以目前的选情焦点应该是在内华达州，内华达州是关键，只要拜登赢了内华达州，他可以直接宣布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说 stop count 的原因，因为内华达州如果稀里哗啦把票一点，拜登就可以宣布胜选，因为他已经拿够票了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下面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可能他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诉讼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这2天5毛很多所以大家提高警惕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吗？好，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啊？乔治亚州一直是红州啊，不是蓝州啊，感谢啊，抱歉，感谢明谢一下 GG 啊，开票那一天一直关注博彩赔率，当川普的博彩变得非常低的时候，我朋友竟然神奇的预言拜登有机会了。OK， 984 degree， 谢谢。Hello sir, nice to hear from you. Buy you an Indian tea， 谢谢。Jon Snow， 谢谢啊。情况，新唐人今天爆料，密西根州承认啊，这个我已经报过了啊，这个我就不说了。观点，希望川普最终获胜，但是很渺茫了，只能祝愿拜登先生日后可以成为一个好总统。国际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望他不要再犯前几任总统的错误。OK， 观点，中国网友用5000年文明的智慧洞察了美国选举的舞弊。美国选票作弊很容易，很多漏洞，随便找个中国人去看都能看到漏洞，这本身是基于诚信的事情。民主党就是颠覆美国诚信法律跟秩序啊，恭喜民主党啊。观点，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哪个当总统，而是选举系统性舞弊。这个惊天大阴谋、大丑闻，动摇美国政治制度，造成整个政治制度的崩塌。我不同意啊，但是你说我也没意见啊。OK， 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崩塌了啊。如果政治制度崩塌了的话，这个国家还能活着是很难的啊。观点一，美国选举投票是每个州自己组织的，联邦政府无权过问，每个州不一定由总统所在的政党控制。2，这次舞弊涉及的不单单是民主党了，背后还有一大堆不满川普的强大势力。OK， 观点，不管你是恨他还是喜欢他，川普总统或者说是川普现象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当选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 Change 口号下的另一个 surprise， 是美国人民对alternative 的探索。这个探索目前看没有失败，很多人讨厌他的言行做派，不过不是那样很多事情他做不成啊。OK， 不是那样啊，不过不是那样很多事情他做不成。应该庆幸他没有彭斯总统的道貌，彭斯副总统的道貌，否则美国在这条前途未卜的探索会前进到可能无法纠正的方向。感谢上帝让每个人都有缺陷。这个观点，有很多人是持有这个观点啊，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川普影响很大，这个我也同意啊。但是，很多人并不是只是讨厌他的言行做派啊，不仅仅是做派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政策啊。对于总统来说，言行做派嘛，也要看啊，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政策。因为政策才是一个总统，面对国民的最重要的桥梁就是政策啊。提问，请问那些质疑美国的选举制度的人有没有亲身体验过入籍考试的面试程序啊？再问，那些质疑美国选举制度的人有没有亲身经历过投票过程？每个点票站的点票员都是美国公民，现场有共和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人来监票啊。我一直在讲，我说我不相信美国的选举制度出现了系统性的舞弊和系统性的漏洞啊。如果它有系统性的漏洞的话，我觉得100-200年他都没发现也没纠正，我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部分讲美国政治出现了问题，有
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他真这么觉得啊，他真是这么看的啊，有一部分他真的是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啊，然后他通过一些现象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这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第二种情况是他自己没看法，他看到别人在讲这个事情，他跟着讲他基本上是人云亦云，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就是五毛五毛就是要否定美国的政治制度。五毛的逻辑我讲过很多次，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美国就是他们是坏的，就是攻击美国的政治制度，攻击美国的选举。因为只有攻击了美国的选举，中国的不选举才会成为优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我认为在网上最多的言论是来自于五毛，就是对美国的选举制度进行攻击，80%以上都是五毛的言论，不是说这个话是五毛，是你看到的言论80%来自五毛因为什么？我不觉得美国的选举制度有问题我不觉得。你说选举有没有问题？选举一定有问题。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各个地方不一样，各个地方都会发生状况。这个我没有讲美国的选举没有问题，美国的选举有问题，各地都有问题都有的情况，有的地方漏水，有的地方这个那个很多问题，一定会有问题。但是你说美国的选举制度有重大的漏洞，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舞弊，我不相信，我不觉得。所以我非常支持一点，我非常支持川普总统去诉讼。为什么？法律是什么？法律是这个社会公义的最后的底线，让法庭去判，这最好。所以美国强大之处在哪里？第一个，你可以选择干什么？重新计票嘛，对吧？你如果造票的话，那个假的选票是那么容易给伪造选票混什么？那美国选举制度早就崩溃了，好吗？所以这个问题，第一，你去重新计票不行，你去打官司，去法院告，对吗？观点：亚利桑那翻蓝很大原因是很多出走加州到亚利桑那定居的加州人造成的。德州人现在也很讨厌加州人去渗透。OK， 有那么多人让他的选举都翻盘了，那很多加州人跑到亚利桑那去了，是吗？有多少人？观点：王老师，今年川普任命的邮政总局局长为川普捐了很多钱，是川普绝对信任的人。我不相信邮政选票会作弊，就是有作弊也轮不到民主党。OK， 这个局长是川普任命的是吧？如果川普任命的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观点：姑且认为双方的选票都合法，没有作弊。姑且 OK， 以此为前提，美国那么多选民有质疑，全世界那么多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有质疑，OK， 至少说明这个选举流程是有很大缺陷缺陷大到无法让相当一部分人信服的程度我不同意。我觉得没有那么多人质疑，大部分中文领域，我认为大部分质疑的都来自于五毛不要说我给大家贴标签，我说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你看到的那个质疑是五毛发出来的。为什么？一般的人你看不到，就是大家要知道，跑到你面前的那个帖子，没有后面有巨大的力量推动，你是看不到的观点：反对川普并不等于接受一个靠舞弊当选的美国总统，大选计票漏洞百出，需要彻查，这才是对美国选民的尊重，不然破坏的是美国民主，美国的根本，必须不能接受。OK， 观点：大部分说拜登作假的证据都可被质疑，比如说拿板子挡住窗口的那个投票所，也有人在拿手机录影，拿选票烧掉的那些视频是之前其他选举的视频，
但我支持一些有争议的州重新计票，不是为了某个候选人，而是为了让双方选民看个明白。我看看那视频啊，如果那个视频他真的要不让大家看见，他怎么会那么样的钉板子呢？他应该把那板子钉到严丝合缝才对啊，看不见。你说把那板子钉上去，手机还能在里面拍照呢，还钉，那是为了防止别人看到吗？如果防止别人看到，那活儿干得太差了吧。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用常识去思考一下你看到的东西。第一个，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视频，那个说明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一下那个视频上面到底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地点的标注。如果没有时间地点，你要打个问号，是这件事情吗？等等，这些事情都要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刚才像那个网友说，美国的选举制度有这么大的漏洞，美国还能混成这样，那其他国家怎么混？你说说看。那第一，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是不是更好？那中国真的太好了，那直接把美国的国会改成人民代表大会多好，直接都不用选，对吗？你说是不是？议会1年开一次，这个所有的法律一举手就过了，你愿意这样吗？所以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实行了这么多年，这么脆弱，我不同意。那其他国家实在容易超过美国，好吗？情况，乔治亚州是传统红州，昨天看直播，亚特兰大组织了很多人在手点票，用圆珠笔计票，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而且我们州的很多人，我们州的人做事很 lay back， 不是很仔细，真的不明白不能用机器点票。为什么不用机器点票？机器点票如果作弊的话，更不可阻挡。用人手点票是不可能造假，因为有这么多人在现场，理解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还用什么？如果是这样，如果你要省事儿，不用什么电子计票，直接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表决器啊，大家去摁表决器多好啊。人民大会堂有个表决器，以前万里说请按表决器，然后大家就请摁表决器，就按表决器，同意反对弃权，你就按那个就好，这多好啊，完美，1秒钟就出结果，你愿意吗？我是不愿意啊。提问：王老师，这个麦凯恩事件是否证实了一个说法？这次选举只是爱川普和恨川普的选举，和拜登无关。另外，这种当地大佬控制选举进程的事实，对美国的民主是好事吗？这就有点黑了哈，这有点黑民主的进程，黑美国的民主了啊，叫当地大佬，他用当地大佬这个词来抹黑麦凯恩的身份。麦凯恩是在当地做了35年的参议员，他不是大佬，他是个民选的参议员啊。这些势力大佬，你以为是省委书记呢？你不要用中国的那种政治文化来套美国的政治，不一样的啊。每4年，美国的参议员，我印象中是，每一次要换1/3啊。这些参议员是经过选战，35年他能够选出来，是选出来的，不是势力大佬啊。提问有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拜登家族选前爆出如此大的系列丑闻，美国的民众为何还如此高的支持率？难道美国老百姓都在看主流媒体吗？再一问题是，结果如此混乱，美指仍然在强力反弹。问我吗？我不知道美国民众全瞎了吗？我不觉得啊，我觉得美国民众不一定瞎了吧？你觉得呢？观点：王健老师以前经常说要相信美国的体制和纠错能力，不要怀疑选票会造假。
不要怀疑美国的体制的能力。但现在从各种新闻看出，共和党和民主党已经分裂，都起了冲突，主流媒体选择性发声，社交平台删帖，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情况正在改变。民主灯塔国也不一定各处令人放心，正义的事情需要坚持做正义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美国各地出现了假选票，这是第一个。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人在 claim， 有人在声称有假选票，说民主党在造假选票。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翻了天了啊！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共和党跟民主党分裂，共和党跟民主党当然是分裂的。如果他们一合伙，美国人民就完蛋了。大家一定要理解美国的政治是怎么玩的，西方民主政治是怎么玩的。民主政治就是必须是分裂的。如果你以合谋，那美国人民的利益就完蛋了，就没有人去保护美国人的利益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现在争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争的是，我们争的都是常识，我们在争论常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都是常识的问题。你想一下，过几亿张选票，它如果出现了，你想一下，一个是川普得了6000多万，拜登得了7000多万，这两者加在一起1亿多啊，将近1亿5千万，1亿1亿多吧，我们就说1亿多选票。如果1亿多选票当中如果有假选票，那得多大规模的选票才能改变这个选举结果？那你那么大规模的假选票在哪儿印的？印出来之后怎么分发出去？而且不能在一个州，你还在这好多州，那得有个很大的系统在做这个事情。这种系统性的问题，美国的执法机构全死光了吗？美国的政党全死光了吗？共和党在干什么？现场的那些监票员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很可笑。讲美国出现了这么大规模的选举漏洞 ，come on， 拿出证据来，而且你有证据去法院告，一告一个准，对吗？所以我们不要谈这种常识性的问题。观点，就算拜登当选，对中国政策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五毛粉红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川普当年刚当选的时候，很多国人都认为川普比较容易搞定，因为他是商人，商人一定重利益。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拜登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假设拜登当选啊，大家对拜登的预期不要把选举的时候他的言论作为一个依据，不是这样的。大家要知道，总统坐在白宫里面，他后面各种政治势力、各种力量在推动他做美国需要他做的事情，而不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讲过很多的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总统，他今天推出这个政策，明天推出那个政策，都是后面的力量推动的结果，他只是去签这个字。美国总统有没有决定权？美国总统当然有决定权，他推动很多的进程，他重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很快实现；他不重视的事情，他就迟迟实现不了。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背后有很多的政治势力在推动的。所以，这就是一些事情很难分析、很难预测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不能光看美国总统，你还看美国总统后面的这些势力怎么推动。你要光看美国总统，那你就无法理解蓬佩奥很多事情的行为啊，对不对？观点：选举只是民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监督。如果怀疑当选的人会有值得怀疑的行为，那我们就要更仔细的看着他的所作所为。如果这些事情有
真的有问题，去法院告，法院告拿出证据来，最终会得到公义，一定会彰显啊。观点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完美的选举机制。我经历过公民入籍考试，经历过不同党派总统的当政，美国各种制度已经是翘楚。OK， 观点通过这次大选更喜欢川普这个老头了。作为政治素人，他要和华尔街、左媒、硅谷精英们战斗，太不容易了。尊重川普，尊重美国普世价值，希望川普最终获胜。OK。情况，这个密西根州事件一模一样的，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威斯康星州，即在凌晨4点左右，突然出现了10几万票全部归属拜登，同时造成了选举人数大大超过当地法定人口。这个我没有看到新闻啊，这是你说的啊，我没有看到新闻。观点，这次选举的纷争是对民主体制如何解决社会分歧最好的展现。参与双方都不掩饰对自己利益的争取，哪一方都没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化身，也不能利用公权力打击对方，而最后还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可惜的是，纷争过程中很多华人网友甚至是名人表达观点之极端和偏颇，对不同观点动辄恶言相向，让人失望。非常正确啊，非常正确。提问，王老师你好，比起惊心动魄的美国大选，我更关心中国什么时候能像美国一样拥抱民主。中国大部分年轻人是渴望民主和自由的，中国人民的未来在哪里？请王老师解答。你还想要这样的民主吗？就被在中文世界当中美国民主已经被描述成为一个混乱这个巨大的漏洞，崩溃，政治体制崩溃一个这样的现象，已经被描述成这个样子。中国人民还需要吗？你说是不是？第一，我认为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二，中国人民当然需要民主政治中国人民的民主政治，中国人民的自由在哪里？在每个人的手里，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心怀希望，同时尽量的做好自己还是那句话，不撒谎，不随波逐流做该自己力所能及的每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心念很重要观点，川普遏制了左派势力企图对伊朗发动战争，让军火大佬没有享受到战争利益，对中国的贸易战也影响了他们在华利益。现在选情如此尴尬也很正常。OK， 观点，民主党如果有作弊能力，怎么会输了参议院，连众院也丢了几席OK， 观点，在两党制下50对50撕裂才反映了民主的好处，是民主正常和最好的结果。因为两党制下不是两个政党寻求选民，而是两个政党根据民意调整自己的政治诉求。看看美国的历史，每次选举都有明显的倾向，弱势的党一定会调整，往中间靠，下次再次平分秋色。所以我不认为撕裂是坏事，是理想的结果。民主政治就是要撕裂，就是让你们掰开，掰开干什么？掰开进行制衡你想一下，如果你就像中国有个岗位叫中共有个岗位叫什么？叫政法委。大家知道政法委是管什么吗？管3个部门，管什么呢？管公安，管检察院，管法院，司法局也归他管。他就一口气把所有的法律的系统全管。就是说他往那一坐，这边是法院院长，那边是检察院检察长，那边是这个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局长，全坐他周围。然后他就说把这个人给抓了，给他判了，这件事情一条龙就干完了。你想要这样的事情吗？民主是什么？民主就不能让他们不能有一个这样的政法委书记。如果有个政法委书记往中间一坐，那就没有民主了。所以所有的制衡都基于什么？
基于对抗，制衡就是对抗，保持对抗，保持对抗的态势，他们才不会干嘛？不会合流。他们一合流，那美国人的利益不就给出卖了吗？共产党不就是这样？独裁来自于什么？独裁你是把两头全管了，你就独裁了嘛。所以这个问题一定是这样，民主政治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如果法院跟检察院合谋，检察院再跟公安局合谋，那你这件事情怎么弄？那你这个老百姓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这个问题一定是这样啊。提问：王老师如何解释密西根州拜登的13万选票是凌晨3点钟左右加的？据我所知，开票必须双方监票员在场。我没有办法解释啊，那我不是客服，所以我不解释，我没有权利解释，我也没有资格解释，所以大家不要向我提问啊，你们去找你们应该找到的人去提问，我只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观点：台湾的选举制度是全民监票，每个选举点都随时回到票数啊，监票不需要申请，发出的票必须一张张清点到位。这次美国的制度还有既丢既晚的，在我们看来很荒谬啊。观点：不需要大多数的选举漏洞，只需要在关键点围堵包揽就足够左右大选的关键点，所以需要诉讼来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诉讼嘛。观点：舞弊不舞弊得拿证据，但邮寄投票程序感觉有些各州玩各自的，有的可以延期收票，有的却不行。这应该跟台湾一样，有个中央选举委员会统一选举程序，不应该让各州定邮寄选票的规则。你想办法说服美国人啊，让他们改变选举制度。你要去说服他们啊，因为这是既定的事实。我们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你要看一下有没有可行性啊。观点：我认为美国不仅仅是个民主国家，更是一个封建色彩浓重的合众国。各个州只要内部达成共识，就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独特的投票和计票方式啊，这是封建制度啊。哪怕是网络视频投票也不是问题，这是各州的自由。统一投票方式以及计票方式跟统一全国考试一样，都是大一统的思维。OK，那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封建色彩浓重的合众国呢？怎么叫封建色彩呢？提问：我很欣赏老师的中立观点，所以虽然有支持候选人，但是这一周我都会听老师的节目，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想问，虽然老师说参选总统的2位候选人都是君子，都是希望为国民服务，但是台湾人看马英九总统8年，不论在国防、外交，在经济上把台湾困入中国的牢笼，再加上他卸任后的言行举止，全部都是伤害台湾呐。他如此行为应该是个人利益大于国家利益，那我们如何相信当美国总统面对中共时不会由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呢？你是拿马英九来对比美国总统是吗？美国总统制定一个政策这就是叫三权分立了。美国总统要出一个政策，他得到国会的支持，国会的支持他才能出政策，国会不支持他的政策很难出笼，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总统他推出一个政策，如果有坏的影响，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所以每个总统他在做每个政策的时候，他要说服大家支持他，要告诉大家背景是什么，条件是什么，而且这个过程很长。所以我从去年开始跟进川普的对华政策，其实我的一个最深的体会是什么？美国的政策从酝酿到推出的时间非常的长非常的长有舆论的评价，有国会那边的反应等等很多所以很多人认为美国总统权力很大，的确是美国总统的一个权力出来，一个政策出来，影响是全世界的所以他权力非常大，但是他的政策真的不容易出来的所以
我觉得，曾经有人跟我讲啊，说川普是一个独裁者。我觉得你根本没有了解美国政策的酝酿过程，怎么可能美国怎么可能独裁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怎么样防止一个总统利用个人在做一个国家政策的时候去以权谋私啊？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整个的价值啊！就美国政治架构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防止这一点，就是防止一个总统甚至是任何一个岗位上的人以权谋私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具体的回答，你去看一下美国的政治到底是什么，你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啊。观点：张口闭口选举造假，没有一个人拿出信息源，就凭川普一句话，张口闭口，美国乱了，社会撕裂了，社会不撕裂，那叫中国式的强制统一。罗斯福总统时代，面对战争中扩张的日本军部，德国纳粹，美国没有乱啊。雷根总统面对苏联强大的威胁，美国没有乱，现在更不可能乱。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当然，把选举当赌盘的人可以无视这段话。OK， 观点：美国大选再乱再差，本质是美国人民的品质的信任，对人善精神的支持。独裁政府下教育出来的大陆人很多无法理解，希望大家对他们有耐心，帮助他们理解民主概念，如王先生所说。OK， 提问：在大选前，所有人都认为大选的不确定性会给美股带来巨大的震荡，结果大选前2天到现在，美股连续4天跳空高开，似乎美国股市并没有受到大选的不确定性影响。王先生能解释一下吗？我不知道，我没看。我这2天真没看股市啊，完全没看股市，因为没有时间看，都是在看选举。美股当然会受政局的影响，但是基本上来说，美股有些动荡啊，会有些受很多政治因素啊、战争啊什么的影响。但是基本上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美股走势还是按照它既定的规律在走啊，中间的动荡短期效应而已啊，大的我不能讲，因为我没看啊。情况坐标成都，小学已经开始背包子的讲话，3岁的孩子幼儿园也要求每周1升国旗，教爱国手指舞。我在群里问老师是不是不合适，结果被一群家长围攻，还要求我移民。说只有香港适合我，我好伤感。你不应该伤感啊，说你香港适合你，那说明你被大家高看啊，是不是？观点：美国之所以相对公平公正，是因为不公正出现的时候，有人去质疑、去抗争、去纠正。如果看到问题不去质疑、不去寻求一个解释，那问题会愈演愈烈，非常正确。这就是纠错机制。观点：2020年大选证实了美国第2任总统亚当一句话：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解决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感情。我们的宪法只是为了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这个宪法只适合有道德与信仰的人民。我不同意。为什么？美国适合什么？美国适合所有的人民，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信仰的，适合所有的人啊？为什么？这就是他立国精神，他的立国精神就是要保护这些人啊。观点：我们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同时也明白没有任何制度是滴水不漏的，只要有心干坏事，任何制度都能找到漏洞。日本、瑞士够文明楷模吧，也一样有人犯罪，只要回报够大，就有人铤而走险。美国制度好，一样架不住有人出于特殊目的去犯罪。我们质疑选举舞弊，不是不相信民主制度，而是要及时纠正补漏，非常正确。但是要拿出证据来啊，要拿出证据来，空口白牙不行啊。明谢产 Claudia， 谢谢王先生好。
提问：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还用选举人票计算，直接人头选举不是更公平吗？网友答：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要平衡州权利和个人权利，非常正确，100分的答案。Sean 华，谢谢。观点：现在各种中文媒体都在盛行各种阴谋论，可是都着实缺乏证据，着实令人难以信服。只有王老师这里是一股清流，实属高下立判。感谢王老师的客观中立。OK，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讲每一个观点，你后面都要有事实，要有依据，没有事实没有依据不能讲啊，讲了没有意义，因为你最后还是要打脸啊。老王，谢谢。诟病美国选举制度的，请提出改进建议。OK。Ray for wait， 谢谢。情绪赞，感激王老师如此耐心解答、纠正各种直接问题的偏颇观点，辛苦了，谢谢。Eagle X， 谢谢。观点：这2天和美国朋友聊天，左右都有，他们很平静。反观墙内的中国人高潮迭起，愤尿齐喷，蔚为壮观。OK， Ben 叔，谢谢。民主是需要培养。感念李登辉对民主做出的贡献，王老师辛苦了。今天情绪化的人特别多。我还是要讲2句啊，在这场大选当中，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课啊。什么课？民主课，民主培训课。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激烈，没关系啊，我们过去了啊，这场选举结束了，我们就平静下来，认真的思考一下。我觉得，在这场选举当中，其实非常容易的看到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中国人自己的特点啊，中国人的特点在这场选举当中反映的非常的明确，非常的鲜明啊。这第一个，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或者说中国人的民族性啊，这个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外宣5毛。那是大暴露，这有一些人，我平时我都没那么觉得有状况，这场选举出来，哇，全部都所有的狐狸尾巴，一个个全部都翘到天上去，很容易看出来啊。反正你记住，大外宣最容易看出来的一个简单套路就是什么？就是先说选举混乱，最后民主制度，美国完蛋了。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完蛋了。你看所有的在节目当中会用结论都是指向这个的，美国完蛋了，美国的政治完蛋了，崩溃了等等，那都是大外宣，很容易看。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场选举认真的分辨一下啊，分辨一下是什么这些别有用心的讲者也好，推特也好。搞清楚，以后要小心一点就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